外国世界冠军瞒不起，输了比赛不服气，主动推搡中国姑娘。比赛结果明明是裁判组结算出来的，为什么要在公众场合叫嚣羞辱无辜的小姑娘？裁判根本拉不住这个已经发了疯的疯婆娘。有意见是好事情，但是要走程序去申诉。她的这个行为妥妥的就是蛮横不讲理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难道就只允许你赢，不允许你输吗？不过这个世界冠军的背景可不简单，他曾担任过总统的贴身侍卫。或许是因为不想在中国擂台丢人现眼，然后让人觉得总统的贴身侍卫的实力也不过如此，于是果断选择大闹搏击擂台，混淆视听。此人便是绰号幽灵悍妇的甘吉娜。上了擂台之后，甘吉娜便会化身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。负责迎战甘吉娜的中国姑娘叫陈琳琳。对比之下，陈琳琳就像是一个刚成年的小女孩，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战术打法，陈琳琳都比不过眼前这位久经沙场的甘吉娜。然而年仅20岁的陈琳琳并没有因为甘吉娜很凶就放弃比赛，而是毅然而然登上擂台，是要力证中国武术散打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陈琳琳的精彩表现。甘吉娜的绰号之所以叫幽灵悍妇，那是因为甘吉娜拥有超级迅速的反应能力，还有她那彪悍的进攻策略，击败了一位又一位世界级别的搏击猛将。火烈的性格和火爆的脾气，连男人见了都有点害怕。快速的步伐移动加上满格的爆发力，很快就让甘吉娜掌握了比赛节奏，随时都能给陈琳琳来一套陈琳琳顶不住的猛烈进攻，压制住陈琳琳。一个转身，哦，这个刺拳打中了。他更多的是心理意义上的给对方强大的压力。是的，这种爆发力哈，一下就把这个陈琳琳压制住。这个时候需要陈琳琳冷静冷静，不要被他这个前三板斧吓到。一定防护上要把手要抬起来，用踹。现在陈琳琳呢还没有发起一波比较强有势的压制对方的进攻，始终处在一个谨慎的防守状态。这样一来呢，会在心理上呢让甘吉娜更具有优势，因为赛前呢他已对陈琳琳的这个整个技术战法都做了深刻的研究。对方呢是敢出动作。武术散打出身的陈琳琳最喜欢甘吉娜这样的选手，要不是甘吉娜一直在猛打猛冲，陈琳琳还真无法在第一时间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。中远距离便是陈琳琳最擅长的作战距离。与此同时，甘吉娜面对眼前这位年轻气盛的小姑娘，她本身就不敢轻举妄动，再加上陈琳琳抵挡住了甘吉娜一波接一波的猛攻，这就让甘吉娜在内心对陈琳琳产生了少许畏惧。近身。现在呢，有一点点陈琳琳有一点点慌张，办法不多。好的，要起腿。遭遇战，这场遭遇战呢，陈琳琳一定要冷静，千万呢在防守方面还要防住甘吉娜的这个拳头，她的拳头今天那个频率太高了。一个是侧踹，一个是拳法，要给对方一个强大的阻力。刘老师，这会儿刚才就你所说的那样，一定把这个距离感控制住，不能让他贴身近身。比赛中讲是治人不治于人，首先呢是按照自己的技术战术，不能让对方牵着走，否则的话呢就会陷于被动。眼看在中远距离拿不到优势的甘吉娜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对陈琳琳发起了猛烈进攻。真以为陈琳琳是一位年龄小、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吗？无赖甘吉娜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，陈琳琳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规避防守。有条件的话，陈琳琳还会对甘吉娜发起一系列主动出击，大不了被甘吉娜打晕，也不愿让甘吉娜在中国擂台继续狂妄下去。的锋芒，给自己的体能分配呢也留下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对方呢很注意这种突击性的打法，这个上了以后呢就是一个组合连续。对方呢看着步伐的移动啊，确实还是会有一些心得。步伐移动。这是少见的这个陈琳琳用了高边腿，紧跟着一个正面踹，这就是控制住对方的距离。好的，坚决打侧踹。对，长的这个陈琳琳面前呢，他丝毫不胆怯。这个回合我们看中国选手呢，第二回合开始了，甘吉娜除了在内围对陈琳琳发起猛烈进攻以外，其他甘吉娜根本无法给陈琳琳制造任何威胁。就算一套组合拳打在了陈琳琳身上，对于陈琳琳来说也是无伤大雅。毕竟甘吉娜所实施的小碎拳就跟闹着玩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杀伤力可言。拿不到优势的甘吉娜也不急也不躁，甘吉娜一旦冷静了下来，那么陈琳琳就不淡定了。让他得逞。好的，甘吉娜在转身的时候没有坐过来，这个时候这个陈琳琳用膝顶了他一下。把这个距离控制住了，陈琳琳要主动发起进攻。
哦，多打一些直线。现在呢，总的来讲呢，陈琳琳防守稍微有点散，进攻呢有点迟缓。这个时候下决心呢，作战计划缜密、久经沙场的甘吉娜竟被压制。在此之前的甘吉娜就像是一个疯婆娘，甚至可以说见谁咬谁。经过一段时间试探过后，甘吉娜终于露出了她那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中远距离打不过陈琳琳就算了，就算是在中近距离或者是内围对抗，甘吉娜依然不是陈琳琳的对手。距离的直线进攻，先声夺人。现在呢，甘琳娜防住了这个陈琳琳，还用侧身的这个防守姿态，随时呢就内切进去，用一顿这个乱拳呢就开始组合拳呢，打得眼花缭乱。小金的后手勾拳呢，在第3回合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这个比赛当中，陈琳娜呢这个战术上有什么变化？争取先出动作，先声夺人，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。你看，甘吉娜她这个一旦第3回合开始了，此时的甘吉娜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陈琳琳一脚定乾坤将她踹飞出去。不管怎么说，陈琳琳也是武术散打出身，在中远距离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。即便甘吉娜曾经担任过总统的贴身侍卫，武功高强，那又如何？在职业选手面前，那些所谓的安保根本就不起眼。甘吉娜的小碎拳确实很多，但命中率少的可怜，并且还没有击打力度。他就始终在用自己的战术，直接是爆头，做的执行的非常的坚决。你看，那他爆头呢，不是单纯的爆，他是连续组合之后，等你准备你挨了2、3拳以后，你准备反击，他一下给你缠住，哎，他把你这个反攻就化解了。现在双方的僵持在这里。注意啊，看这个甘吉娜，她也进行这个身体姿态的调整和转身。好，反击非常好。这个时候要逼上去，慢了一点点。与其说甘吉娜是在打比赛，不如说甘吉娜是在擂台上和陈琳琳玩过家家。正在慢慢抢夺比赛优势的陈琳琳很是稳健，完全不会因为甘吉娜的一举一动而被影响。经典的武术散打招式陈琳琳已经尽数使出，确实也让甘吉娜吃到了不少苦头。不得不说，甘吉娜的意志力很顽强，求生欲也很大。前期占优势的甘吉娜，并不代表后期她也占优势。那甘吉娜的这一招有点不灵了，不灵的时候呢，这个陈琳琳呢，这个发现这个战机已经来了，继续要起腿，这毫不相让。蓝豹选手呢，他这个一个是气势上给对方强大的压力，再给呢技术战术上呢，他确实也表现得非常的理智。最终陈琳琳获得了比赛胜利，认为自己没有输的甘吉娜便在赛后开始搞事情。真不清楚甘吉娜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，竟然在公众场合推搡挑衅陈琳琳。明明结果是裁判计算出来的，不找裁判的麻烦就算了，还推搡陈琳琳。这个比赛结果又不是陈琳琳说的算，只能说甘吉娜这家伙真的没脑子。11连胜的战绩，双方近身，我们看到真是非常的快啊！孟博士上来之后呢，马上进入了一个带摔，然后拿背裸脚，这个裸脚已经拿到了。看一看那边手搭死了没有？已经拿到了，已经拿住了，拍了，认输了，太棒了！我还没坐稳呢。注意看，甘吉娜被中国姑娘孟博强制掰断了脖子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甘吉娜为什么会出现在综合格斗的擂台上？这一切要从她输给陈琳琳之后开始说起。输了比赛的甘吉娜很是不服气，于是便加强了柔术摔跤的训练，试图在综合格斗的领域找回在自由搏击领域所丢失的颜面。挑战谁不好，非要挑战连战连胜的孟博，难怪脖子会被孟博强势掰断。原来这家伙不仅没有脑子，而且还没有眼睛。咱们来仔细回顾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。对于塔吉克斯坦是3届的 ITF 世界跆拳道冠军，我们看到是非常凌厉的推法。那么孟博到目前为止11连胜的战绩，双方近身，我们看到真是非常的快啊！孟博面对甘吉娜所打出的小碎拳，孟博完全没有任何顾虑，直接所击奉上。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甘吉娜就从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变得沉默寡言。整场比赛只用了25秒，转战综合格斗又如何？依然抵挡不住要在中国擂台丢人现眼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陈琳琳和孟博分别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